你被當成工具人，不是因為你軟弱，而是因為你從沒學會說不。世界不會因為你的好意而溫柔，它只會測試你的底線，看你能承受多少消耗。你知道嗎？你越好相處，越低衝突，越容易成為職場裡的隨手可用補丁，家庭裡的緩衝墊，朋友圈裡的免費心理顧問，關係裡永遠會答應的人。你的善意、時間和精力被默認隨用，你只是從未教世界，他們不是隨叫隨到的資源。一现實真相，為什麼你總是被利用？你以為多付出、多忍讓就能換來認可和愛，但現實殘酷得多。所謂的系統，不是陰謀，而是所有關係的默認運行方式。你是否隨時可用？想象一下，忙得焦頭爛額，卻沒人問你累不累；渴望休息，卻被拉去處理別人的事；拒絕一次就被質疑變冷難相處。這不是巧合，這是系統在悄悄訓練你。你隨時可用，低阻力容易被調用，於是你慢慢感到別人的緊急總比你的重要。你的時間總像默認開關一樣被占用，你想說不的瞬間總被內疚吞沒，你的善意邊界總在不知不覺中被模糊。你並非沒察覺累，而是被訓練成隨時可調用的隱形資源，讓別人輕而易舉地抽取你的時間、精力和善意。案例：小沈，項目末期他連續加班，半夜趕報告，卻沒有人問過他累不累，領導只關心結果。回到家，他甚至連晚餐都忘了吃，腦子還在計算明天的任務清單。小裴，每次家庭聚會，他總先安排別人，自己的興趣、休息永遠排最後。周末躺在沙發上時，才意識到自己身體透支，心裡空洞。小學，幫朋友搬家加班，開車接送，總是第一時間答應，從不說不。直到他發現，別人從未把他當成一個需要尊重的人。當你的付出變成默認，你的存在就開始被折價。你不是軟弱，你只是被訓練成好用。如果你看到這裡，說明你不是冷漠的人，你只是第一次意識到你不該為所有人的需求負責。二、心理機制揭秘：好人陷阱不是性格問題，而是系統機制。心理機制核心：為什麼好人越累？大腦本能避開衝突，節省能量，在關係中自動判斷誰最不麻煩，誰最容易被調用。你因為穩定低衝突，天然被系統歸類為低阻力個體，結果很扎心。你越好相處，世界越不跟你客氣。關係系統告訴你一個殘酷事實：付出多不代表被尊重，妥協少不代表冷血。誰不好搞，誰最受尊重。犧牲不是加分項，而是降權行為。真相：你答應每一次不是善良，而是用犧牲換取安全感。你不是不会拒絕，你是不敢承受拒絕後的心理壓力。真實案例：大學室友總被借東西不拒絕，工作中總被加班召喚，父母請求幫忙也總答應。這些都是習慣性好人陷阱的真實體現。三、心理密碼：好意為何讓你越陷越深？為什麼好人最容易自我懷疑？當你該生氣時，大腦卻先讓你自我攻擊。不是先問這件事合不合理，而是我拒絕會不會顯得我很差？真相：你不是自省能力强，而是自我攻擊過度。你越想討好別人，越容易把自己消耗掉。關係真相揭底：為什麼付出多的人最容易被忽略？你一開始被誇好說話，後來卻被嫌棄變冷。真正原因是，當你停止自動讓位，控制权被夺走，系統啟動防禦機制，標籤化愧疚，質疑人格。你不是變冷，你只是開始把邊界放回自己手裡。當你不再被控制，系統第一反應不是尊重，而是抹黑。现實案例：暖男乖女孩，一旦拒絕或立界限，就被貼上冷漠難相處的標籤。這是因為社會系統本能默認，低阻力個體可被隨時調用，任何違背這個默認的行為都會被認知偏差放大，變成異常。四、操作實操，讓系統重新認識你。記住，行動比認知更暴擊。系統只尊重行為，而不是你的內心獨白。你不是隨叫隨到，而是有邊界、有價值、有選擇權的人。動作一：延遲回應，
打破默認調用。當你立刻答應，系統就標記你為永遠可用。停幾秒，讓大腦和環境同時重置對你的期待。事例：小杜是線上社群管理員，成員每天找他處理各種小問題，他開始用顏值回應，我看看明天給你答復。結果不到1周，成員開始先嘗試自己解決問題，系統重新識別他的時間價值。停一下，你才有主動權。隨叫隨到只會讓世界默認你的可用性。動作2，少解釋原則，切斷操控入口。解釋越多，別人越容易找到操控你的入口。少解釋等於只陳述事實，不道歉不辯解。事例：小夢是創業合夥人，團隊成員總來找他解決瑣碎問題，他只說我今天處理不了，你先自己嘗試，不爭辯不道歉。邊界明確，團隊漸漸學會自我解決問題。解釋是你留下的操控痕跡，少解釋，你開始真正掌控人生。動作3，情緒不接盤，責任原路退回。你接盤別人的情緒系統，默認這是你的責任。把情緒退回去，等於讓心理能量回歸自己，停止被消耗。事例：小龍是健身教練，學員遇到挫折就找他發洩抱怨，他學會回應，我聽到了，但你可以先自己調整。結果學员開始自己面對問題，他的心理能量不再被抽乾。別人的情緒不是你的負債，退回去才能守住你的能量。動作4，選擇型人格，幫是我的選擇，不是必須。被動付出等於永遠可用，主動選擇等於重置默認權限。選擇權回到自己手中等於自由感暴漲。事例：小謝是遠程加班支持人员，以前总是无条件加班，現在他說我可以幫，但你也可以找其他人。結果系統開始標記他的價值，主動尊重他的時間安排。真正自由的人不是做得多，而是能拒絕不該承擔的事。真正強的人一定不好用。真正強的人不是付出最多，而是能掌控自己的时间、精力和善意，不被隨意調用。3條行動核心準則：1. 時間是資產，你的時間有價，隨意透支就是自我貶值。2. 精力有主權，能量是有限的，不該隨便耗給不該耗的人或事。3. 善意有邊界，幫助是選擇，不是義務。自由不是你能做多少事，而是你能拒絕多少不該承擔的事。成熟不是承擔一切，而是分清什麼根本不該你承擔。真正強的人不是努力去討好，而是讓世界學會尊重你的邊界。今天就嘗試拒絕一件不該承擔的事，設置一次時間或精力邊界，对一次情緒請求退回責任。每一次拒絕都在重置系統默認，把自己從隨叫隨到升級為有選擇权的人。終章：從好人陷阱到邊界覺醒。你不再為每個人的需求自動买單，不再無條件迎合，不再默認可用。這不是冷漠，這是覺醒。每一次拒絕不該承擔的事，都是在告訴自己，我的時間和精力屬於我，我的善意不是隨便可以榨取的資源，我的價值不依附於別人對我的期待。當你停止無效付出，世界才開始重新認識你。別人說你變了，不是批評，而是你終於學會為自己而活，不再被系統操控。如果你一直在配合別人，卻越來越不像自己，那你來对地方了。這裡是覺醒思維。今天起，試着在一件讓你無力承擔的事情上說不，感受那份自由和掌控感。停止迎合，是最硬核的自我尊重，也是你走出好人陷阱的第一步。如果你不知道該從哪一步開始，沒關係，今天你只需要先認清自己在哪個位置，選一個最接近你的狀態。我已經開始拒絕一些不該我承擔的事。B. 我意識到了問題，但還不太敢拒絕。C. 我還在被消耗，但現在終於明白為什麼。D. 我只是想先把這個視頻收藏起來，在評論區打 ABCD 就好，點個讚，給一直硬撐的自己關注。覺醒思維，下一集預告：情緒被綁，學會拆解關係勒索。為什麼為你好會讓你受控？你到底為什麼一內疚就輸？下集見。你的人生從現在開始
只對你負責。